么呢？没有和平统一。统一前面那2个字就是看台独势力还有台湾人民你怎么选择。如果说好好坐下来谈，就是和平解决。那你如果说鱼死网破，跟我杠到底，基本上就是武力解决。因为你是中华民族，都经历了共同的苦难，我们为什么要去回顾对日抗战80周年纪念日？因为那是一个整个民族所共同打的仗。当你认清了这个现实的时候，你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这一次93阅兵不是像人家讲说花了那么多钱，好像是为了要秀肌肉、秀武器的。习近平他在第2阶段其实有一个重要讲话，有人对大陆的习惯就是知道说字越少事越大。今年他的整篇文章只有8分钟992字，可是问题是他的重点不是前半段，中间那一段才是他最大的重点。我个人会觉得有点像出征前的统一的檄文的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战与和、对抗还是合作的关键节点。这一次特别提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跟领土完整，正常来讲话，在抗战弄这个东西来讲话是非常吊诡，为什么吊诡就非常的不太一样。就我对于大陆他们写文章的话，都是4个字，可是你会发现到说统一那2个字是只有2个字。以前就说完了，没有和平统一了，就大家开始在脑补，大陆是不是真的要战争了？可是问他又没写武力统一，前面那2个字就是看你美国甚至背后所谓的台独势力，还有台湾人民，你怎么选择，就是填什么字进去。你如果说好好坐下来谈，大家把这个历史包袱、历史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好，那就是和平解决。那你如果说真的搞到后来，就是说你要跟我鱼死网破，还是说你就是要跟我杠到底来讲话，那基本上就是武力解决。可是武力解决有很多方式啊，可是因为他就不把话讲死。我们这人先不管说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其实我个人也跟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朋友在抗战这东西上，最后还是有讲到一点东西，说怎么讲，就是不要忘了一点，就是说你看那时候中国人怎么去看待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从1880年那时候来讲话，那时候还是5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欺负中国、吞吃中国，德法英日俄嘛。孙中山那时候在，你看当时这个5个词是比较具象化的，没有，他那个是非常狠，他是在中国各省扶植一个军阀当代理人的。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多文人就是真的是警惕性很高，我们要面对的是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这个东西绝对不要忘记。可是我们对于各国人民还是友好，可是为了国家尊严还是要摆第一位。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的，还是要回到整个历史的起点，就是说真正的因果就没有外国人侵略我们来讲，还没有国民党跟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的份。那你看孙文在甲午海战惨败之后的11月24号悲愤的成立兴中会，然后提出振兴中华，他都根据振兴中华提了3个说法，2、3的说法都已经有更改还是验证。第一条就是说绝对对抗所有帝国主义，你要振兴中华就必须要反帝反殖民。那第2条是推翻清朝政府，第3条是说我们要学习外国的资本主义，因为毕竟那时候资本主义是显学嘛，然后就是说要让国家强，就必须要以夷制夷，这种方法是清朝就留下来了。你看孙文成立的兴中会之后来讲话，隔没多久，蔡元培他们有拿一张图叫时局图，出现了第6个国家，而且那个国家还不在中国境内，可是对中国的威胁，直至今来讲，我觉得真是预言了。它叫时局图，就是美国在菲律宾对中国虎视眈眈。我并不是仇美或疑美，跟历史哥讲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就是我们希望外争主权就是以世界平等待我之民主，因为大家都是人类，大家应该好好相处。可是问题是，当你践踏到我的国家主权跟我国家利还有人民的幸福来讲话，说真的好了，再好的朋友都要清算账，甚至干到底。你看毛泽东对于苏联讲中苏友好，讲你帮忙我很多，可是你踩到中国利益，很抱歉，翻脸就翻脸，我的给你啊！当初美国也去试着笼络共产党，就是说我们好好谈，然后我就不会对你什么围堵什么。可是问题是中国也是在那个所谓的对美国说真的，你要我维系之前的不平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包含他还上溯到说，蒋介石在2战的时候跟美国签了一个所谓的通商协定呢，造成他法币整个大涨50%几，整个经济崩溃掉，最后引发所谓的国共内战，让很多当时的所谓的左派学者最担心的就是中美的通商协定其实埋藏很大的祸根。表面上好像是平等互惠，可是问题是你在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你跟美国怎么样平等互惠啊？我给你东西，你拿东西给我，可是我没东西给
给你，那留下来只有债务跟汇率而已，甚至掌控你政府的各个所谓的经济密码。其实这个东西就会衍生出为什么抗战之后到今天的世界格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嘛？因为很简单嘛，发动战争的人就是为了要搞钱嘛，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个人会觉得说，各位同学，如果说在今年那么盛大，甚至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真的感谢我们那一代的人打了3代人的仗，吃了3代人的苦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他们为我们付了那么重而前行。那我们今天当然就面对两岸问题来讲话，其实大家都希望一点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跟美国学习说不啦，这是中国内政的问题啦。如果对中国有利来讲的话，中国人谢谢你啊；如果对中国人没利来讲的话，那基本上来讲话，说真的，我也不会去管你美国闲事，你也不要来管我家闲事。你灌一个什么民主自由的神主牌，像上帝一样对我们指手画脚了。你先把你自己国家问题解决算了。我觉得台湾真的包含国民党那边还踏出一个很大的一步，就是说你要从蒋介石的反共亲美路线，要回到孙文的所谓的反帝反殖的振兴中华的路线，不然的话历史会不断往前进啊。那谁会走下历史的舞台来讲话，那基本上就是以实力为决定吧。最近我去一趟北京嘛，去完北京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从中华民国派变成中华民族派。当然有人质疑啦，历史哥你用民族主义去绑架大家，其实倒不是用民族主义去绑架大家，而是你自己认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中华民国派它是基于政权这个逻辑，那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的主体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对，大家谈到那你是中华民国派，你应该反台独啊？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属于中华民族啊。如果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华民国，那自然它要改名字，不是吗？因为当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就是民族之主体即为国家之本体吧。人民、土地、政府、主权，主权是在国际上争取的，人民、土地是整个政府组成的基本架构，但是更重要，它人民民族的载体是什么？在我们这一辈人认为里面啊，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原因很简单啊，中国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因为我住在台湾，所以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是这样的叙事里面，它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核心逻辑是：那请问今天的台湾是为什么而来的？请问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什么而来的？请问今天台海两岸的现状是怎么而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 bug 啊，为什么1979年1月1号的时候，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叫台美断交？请问为什么1972年中华民国跟日本国断交的时候叫台日断交吗？说不通，讲不明。bug 就是因为你搞不清楚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在对抗台独的时候，你高喊中华民国啊，你台独要嘛去修宪。可是当讲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你突然又跳出来说，哎呀，我是台湾，你是中国。这就是现在台湾多数人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很多人混乱的地方。所以当你是中华民国派的时候，你没办法解决这个 bug， 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政府它的历史使命在大陆它在1949年被结束了，但是在台湾它延续到今天。两岸分治其实是一个国家里面的政府交替未完成状态，当然也可以再交替回去啊。中华民国有能力再反攻回中国大陆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它给占领，然后夺下北京，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但打游戏可能比较有机会，在现实中很困难嘛。我们为什么要去回顾对日抗战80周年纪念日？因为那是一个整个民族所共同打的仗。当你认清了这个现实的时候，你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是中华民族，都经历了共同的苦难。台湾呢更曲折，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乙未割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天皇投降诏书确认回到中国。那接下来的事情是，那如何在民族不要再发生血腥战争？1945到1949又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叫做国共第二次内战，而且其实打到今天，它没有在法理上完全结束。那如何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它？这就是现在两岸所共同追求的嘛。在当代的两岸的现状里面，如果你只是中华民国派，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去体认到底两岸的未来要怎么去走的。那你继续做中华民国派，有一天你可能就会变成中华民国台湾派，再有一天你就会变成中华民国台独派，再有一天你就是台独派，那中华民国就必然要改成台湾共和国，那两岸就只能战争了。这从很功利的角度讲，但从民族主义的大度讲，经过那么弯弯曲曲折折，在1894年以前啊，台湾省啊，或更正确的说叫福建台湾省啊，是清帝国里面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是老百姓啊，大家都是日子人，大家要的不就是把日子给过好吗？这也是为什么我继续做两岸交流原因。为什么刚行为讲到反帝反殖振兴中华这8个字的时候，我们非常有感。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是作为两岸民间共同认定的国父呢？因为
孙中山的兴中会就是要振兴中华。什么是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嘛，为我们自己而活，为我们自己而战，从来都没有神仙皇帝，从来都没有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能靠你自己。那靠什么？靠民族自己。民族只是团结我们的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不管是说梁启超赋予的，或当代形成的，其实它是从50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长江、黄河，甚至相近的地方，炎黄子孙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慢慢把自己从中华民国派升华到中华民族派。台湾的未来啊，两岸的未来啊，民族的发展啊，你必须要有更宏观的视野去推进它。很多时候啊，政治意识形态啊，在内心所形成的那个成见是巨大的壁垒跟大山啊，你把它放下，其实也不是拿什么民族主义绑架你啊，其实就是人民万岁。人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要的是什么？但是在这过好日子之前，谁把人群给区分的啊？是我们吗？抱歉，是美国啊。是我们吗？抱歉，是民进党的政客啊。是我们吗？抱歉，是赖清德啊。是我们吗？是欧洲那一群还以为欧洲很屌的殖民者的后代。所以认清这个现实，用彼此共同的记忆唤起你自己心里面深处的认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携手共进，创造美好的未来。